你的手机屏幕亮了，一条隐形通知。在你读到内容之前，你的心跳就已加速。在那微妙的恐惧或宽慰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被提出：谁在掌控？是你，还是屏幕上的数字？我们生活在一个慢性财务焦虑的时代，我们内心的平静每天都在被交易，而这个则由隐形对账单或图表的账叠来决定。你已经成为自己财务的雇员，一个被动的努力，工作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平息对匮乏、对意外、对比较的持续恐惧。这不是自由的生活，而是一种被囚禁的存在。你监狱的栅栏是由你自己对金钱的反应锻造的。当支付账单时，你胸口能感觉到它；当规划未来时，你头脑中能感觉到它。一种持续的紧张感已成为你生活的背景噪音。这种财务囚犯的状况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成的结果。它叫我们将我们的价值和安全感与一种外部的不稳定的资源联系起来。你被教导去追求金钱，仿佛它就是幸福本身。现在你的思想随着市场波动，你的自尊随着一笔将近而上升，随着一笔意外开支而崩溃。你不停地进行比较，把别人的生活看作是你自己应有生活的剧本，总是感觉自己落后一步。在我们开始拆出这座监狱的路程之前，请表明你的存在，点歌赞来表明你改变的决心，订阅已加入这个主权思想的军团，并评论你来自那个城市、那个战场，准备战斗。这是你的第一个翻盘行为。这个视频不是关于如何赚更多的钱，我不会给你介绍神奇的电子表格、吃气的投资策略或一夜暴富的秘密，那只会加强你对工具的依赖，而不是让你从中解放出来。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要深刻的多，也更持久。我们将夺回你思想的宝座。我向你介绍掌控金钱的5大法则，一套古老的4多个主义原则，由皇帝和哲学家锻造，其目的不是增加你的银行账户，而是在你内心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一座能保护你免受焦虑、比较和恐惧的堡垒。目标不是财富，而是内在的主权。你准备好从努力变成主人了吗？解决你财务焦虑的方法不在于任何财务应用或现代大师的书中，它存在于一种心智技术，一种2000多年前锻造的战斗哲学4多个主义。但请忘记那些背诵着布满灰尘的文本的长胡子老人的形象。把4多个主义想象成人类心智的操作系统，旨在混乱中创造平静、人性和力量。它曾被像马克·奥勒留这样的皇帝时间，他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曾被像艾比克泰的这样的努力时间，他一无所有。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理解：你生活的质量不取决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取决于你如何回应。4多个主义是你抵御世界波动的精神盔甲，是将你的心智从一个被动的战场转变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的训练。这里有一个将为你改变一切的战略性忠告：金钱不是你的目标，也不是衡量你价值的标尺，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就像一把锤子。一把锤子可以为你的家人建造一个庇护所，也可以砸碎一只手。错永远不在锤子，力量、责任和意图永远在于会晤它的人。直到今天，你一直让这个工具使用你，它决定你的情绪、你的决定和你的压力水平。你被对它匮乏的恐惧和对它积累的焦虑所使用。我们的任务从现在开始试点到这种动态，你将成为工具的主人。那位已经确合目的使用锤子的建筑师，不是为了建造一座奢华和地位的监狱，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主权和意义的生活。塞涅卡，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也是一位4多个主义大师，完美地理解了这种动态。他不是提倡贫穷，而是提倡从财富的腐蚀性影响中获得自由。他写道：不是拥有少的人，而是渴望更多的人才是贫穷的。这就是关键。你的匮乏感不是来自于你没有的东西，而是来自于你对更多的无休止的渴望。
这种渴望由比较和营销所助长。塞涅卡教导我们，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拥有物的丰盛，而在于欲望的稀少。通过内化这种智慧，你开始从金色的锁链中解放自己。你不再问我怎样才能拥有更多，而是开始问什么对我的平静来说是真正必不可少的。这种视角的转变是迈向真正掌控的第一步。现在我们进入训练的核心。接下来的5大法则不仅仅是建议，它们是你讲铭刻在你脑海中的法令。每一条都是构建你内心堡垒的支柱，是地与财务混乱的一层盔甲。它们不仅要求你理解，还要求你可以联系。放弃旁观者的心态，采取积极学习者的心态，因为我们即将以转移洼地，拆出你的心智围绕金钱建造的监狱。这是成为你自己住进的设计师，你内心世界的主权的道路。准备好，转变从第一条法则开始，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第一条法则是整个4多个哲学的基石，也是你对抗焦虑的主要武器。时间选择性冷漠。你需要明白，金融世界分为2个领域，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你能控制你的行动、你的反应、你的开支、你的储蓄记录和你对知识的投资。你不能控制利率、通货膨胀、股票市场的表现、全球经济危机或你邻居对你汽车的看法。焦虑源于徒劳无功地试图管理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事情。这是一场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的战斗，它耗尽你的精力，摧毁你的平静。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被条件化地认为我们应该担心一切。媒体每天24小时用关于经济的新闻轰炸我们，把我们变成恐慌成瘾者。相信我们持续的担忧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警惕，但是并非如此。你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并不能使它下降，你对股市下跌的愤怒并不能使你的股票上涨。这是一种浪费的能量，是你喝下的毒药，却期望市场能痊愈。没有记录的心智就像一个追逐蝴蝶的孩子，追逐每一个外部刺激，每一个头条新闻，每一次波动，最终精疲力尽。想象你是一艘在大海上的船长，你对船上的一切负有全部责任，多、泛、船体的状况和船员的纪律。你可以调整翻译最佳方式不作风，你可以在地图上规划最安全的航线，你可以将多坚定地保持在期望的方向上，这是你的控制权。然而，你对海洋绝对没有任何权利，你无法控制己将来临的风暴、海浪的狂怒或风的方向。愚蠢而被动的船长对风暴大喊大叫，诅咒风并陷入恐慌，将船引向毁灭。而4多个派的船长则接受海洋的本性，他不会浪费1秒钟的精力去担心风暴，相反，他将100%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对风暴的回应上。他命令手饭进我船舵，并让船员坚守岗位。他与现实合作，而不是对抗它。他的平静不是来自没有风暴，而是来自对自己驾驭风暴能力的信心。他时间选择性冷漠，时间和海洋对他漠不关心，所以他也对他们变得漠不关心，只专注于他能做的事情。这就是你应用这条法则所获得的力量。你不再为无法改变的事情流失精神能量。你阅读经济新闻是为了获取信息，而不是为了绝望。你观察市场就像科学家观察一种现象，而不是像一个在冠军决赛中的狂热粉丝。你成为你财务生活的船长，通过只专注于你的行动、你的开支、你的储蓄、你的策略，你重新获得了对唯一重要的船只的控制，你自己的心智。平静不是在稳定的市场中找到的，而是在有记录的心智中找到的。第2条法则要求你彻底重新定义金钱在你生活中的目的。你必须现在就颁布你与你的财务之间的真实关系，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主人，谁是工具？金钱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服务人类，为了方便交换，并且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工具变成了主人，人们为金钱服务。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健康、关系和处境来积累更多的工具，完全忘记了他们最初打算用它来建造什么。内心冲突是强大的，因为我们被变成为将金钱视微积分派，而非工具，一个衡量成功、个人价值、幸福的标尺。广告、社交媒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强化这样一种观念：拥有更多就是成为更多。奢华是成就的同义词，地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这种信念把你变成了工具的奴隶。你追求它不是因为它的功用，而是因为你相信它能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所有暴虐的主人一样，它永远不会满足。无论你赚多少钱，目标总是在移动，让你处于一种永恒的不满足和努力的状态。想象一位木匠大师在他的作坊里，他拥有最好的工具，锋利的锯子、平衡的锤子、精密的凿子。他珍视他的工具，照顾他们，并让他们保持完美的状态。但他从不将工具与他的记忆混淆。他知道价值不在于锤子，而在于引导他的手，在于大脑中所拥有的那张椅子或桌子的构想。他绝不会说我是一把伟大的锤子，而是说我是一位伟大的木匠。锤子是他构想的一个沉默而搞笑的仆人。他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使用工具，建造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锤子不会决定他要建造什么。构想现行，你必须成为那样的木匠。你需要那一张纸，以一种残酷的清晰度定义金钱在你生活中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建造的房子是什么？答案不能是变得富有。这就像木匠说，他的目标是拥有更多的锤子，目的必须是具体的，用钱来购买我的自由，减少我的工作时间，或者用钱来保障我家人的安全，或者用钱来有时间和住境去学习和成长。首先定义人物，只有这样，工具才能获得一个真正的目的，并停止成为一个暴虐的主人。通过应用这条法则，你打破了你财务焦虑的剂量。金钱不再是你的老板，而成为你最高效的员工。你不再问我怎样才能赚更多，而是开始问我怎样才能用我所拥有的来建造我所定义的生活。你的财务决策有了一个新的过滤器，这让我更接近我的使命，还是让我更成为工具的奴隶？你从需要外部验证中解放出来，开始建立一个具有真实目的的生活，其中金钱是它应有的样子，为你幸福服务的仆人，而非相反。第三条法则将彻底改变你做出所有消费决定的方式，它将迫使你放弃货币价格标签，采用一种新的读量单位——事物的真实成本。我们所生活的系统旨在掩盖一切的真实价格，它以类亚尔美元或欧元现实价值，这是一种使我们与我们的生命能量脱节的抽象概念。从今天起，你将计算每次购买的成本，不是用金钱，而是用两种更珍贵的货币：你的生命时间和你的精神平静单位。金钱只是你时间和精力的副产品，它是你被转换成纸张的生命。内心冲突是习惯和即时满足的压倒性力量。消费社会是建立在冲动之上的，一键购买，先买后付，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让你在思考之前行动。质疑真实成本需要停顿一下，一个与我们文化潮流相悖的深思熟虑的时刻。简单的买下那杯昂贵的咖啡、新的小工具或豪华汽车更容易，而忽略了你实际上是在用你未来的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个小时，那些你必须在工作中、在交通中、在压力中度过的小时，来换取短暂的快乐。想象一下，你想买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价格为5000雷亚尔。现在，让我们应用真实价值的计算。如果你的净时薪是50雷亚尔，那么这部手机的价格不是5000雷亚尔，它花费了你100个小时的生命。这是2周班每天8小时的工作。这是100个小时，你本可以用来陪伴家人、读一本书、
学习一项技能或者仅仅是休息。现在加上精神平静的成本，担心不要摔劈它，害怕被投，对下一张信用卡账单的焦虑，真实的价格远高于标签上的数字。现在，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一个更大的决定：一辆20万雷亚尔的豪华汽车，对于同一个人来说，这代表了4000小时的生命。这是整整2年每周40小时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支付一种交通工具。再加上更昂贵的保险、更复杂的维护、寻找安全停车位的压力。4多个派的问题不是我买得起吗？而是这个物品值得我独一无二宝贵的生命中的4000个小时吗？它能给我带来与此牺牲成比例的平静和自由吗？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答案是一个向量的不。这条法则的结论是从冲动消费的保证中获得自由。你不会变成一个吝啬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对自己生命能量有意识的消费者。你开始将你的储蓄看作不是存起来的钱，而是买回来的生命时间。你没有花在多余东西上的每一类亚尔，都是你在未来获得的额外1分钟的自由。你成为自己时间和住境的重视守护者，你的财务决策开始反映你最深层的价值观，而不是最肤浅的冲动。你用购买的短暂快乐，还取自由的持久满足。第4条法则设计将精神人性转化为实际的安全结构。4多个主义教导我们时间对不幸的预先思考，这不是悲观，这是成为一个战略家。一个明智的将军不会等到敌人到达城门才开始修建城墙，他在和平时期建造他们。你的财务堡垒就是你的城墙，它是你精神准备的物理体现。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强大的应急储备，一个资源的城堡，保护你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季节的影响，事业、医疗紧急情况、意外危机。内心冲突是在为增长优化每一分钱的愿望与为安全而冻结一部分资本的需要之间的斗争。现代让钱为你工作的心态常常将我们推向最大风险投资一切，利用杠杆。将一大笔钱放在一个安全、低收益的地方的想法，似乎是一种浪费，一个错失的机会。这是贪婪与深深的斗争，这是对快速收益的渴望与为冬天做准备的智慧的斗争。这里的比喻是一位工程师正在建造一座堤坝来保护一座河变城市。在干旱的月份，当河水第2瓶颈时，愚蠢的市民可能会嘲笑这位工程师：为什么要建这么高的墙？真是浪费资源。我们可以用这些石头为自己建造几年背负。他们只看到当前安全的成本，而看不到它在未来无法估量的价值。然而，这位工程师研究了这条河的历史，他知道迟早暴雨回来，河水会肆虐。他建造的坝不是因为他希望洪水泛滥，而是因为他明白这是一种可能性。你的应急储备就是那座堤坝。当你建造它时，你购买的东西比任何投资回报都更有价值。在危机时刻做出理性决定的权利。没有这座堡垒，事业会迫使你接受任何工作机会，无论多么糟糕。一笔医疗费用会迫使你在最糟糕的时刻卖掉你的投资。你被迫出于绝望而行动。有了坚诚的堡垒，你就有时间，你有呼吸、思考、计划的空间。你可以寻找合适的工作，你可以谈判。你从一个强势的位置，而不是弱势的位置行动。通过应用这条法则，你不仅是在存钱，你是在制造内心的平静。你储备中增加的每一类亚尔，都是保护你住境的城墙上的一块砖。晚上你会睡得更好，因为知道你已经为风暴做好了准备。这种安全感让你可以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和投资中更加大胆和理性。你从莫伊的瘫痪型恐惧中解放出来。财务堡垒不会让你无敌，但它让你有韧性。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人性是最强大的财富形式。我们来到了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这是你从财务囚犯转变为内心主权的顶峰。
这条法则重新定义了财富本身的概念。它命令你将焦点从积累可以被计算的资产转移到可以追求那些眼睛看不简单、构成美好生活本质的财富上。你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不是你银行账户的大小，而是你拥有多少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这里夺走的财富，它不随时场波动，也不随时渐变质。内心冲突也许是所有冲突中最困难的，因为它违背了数千年的进化和几十年的社会条件化。我们是视觉和社交的生物，我们追求地位，我们想展示我们的成功。大房子、豪华汽车、名牌服装，这些都是外部标志，容易展示并被他人认可。无形的财富、主境、自由时间、深刻的知识、自我控制、稳固的关系，不提供这种外部验证，不会有人因为你花了一个下午都塞捏卡，而不是加班买一块新手表，而在街上为你鼓掌。这需要从外部奖励系统转变为内部奖励系统，把金钱想象成一条强大的河流，就像我们开始时讨论的那样，普通人拼命地试图督住这条河，创造一个巨大的金水户，一个巨大的银行账户，一边每个人都能看到并欣赏他的户的大小。他一生都痴迷于水位，害怕蒸发。士多个派的大师，内心堡垒的建筑师，则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条河。他不想组织它，他想引导它。他建造可以的灌溉渠道，以便河流的流动滋养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土地。一条渠道灌溉事件的田野，他用钱卖回自己的时间，自动化人物授权，减少工作，以便更多的生活。另一条渠道灌溉知识的田野，他投资于书籍、课程，扩展他心智和技能的经验。第三条渠道灌溉住境的田野，建造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财务堡垒。第四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灌溉关系的田野，用他的资源与他所爱的人创造经验和会议。他不是在积累精水，他是在利用河流的能量来培育一个繁茂而无心的花园。这条法则的最终结果是真正的自由。你停止玩社会比较的游戏，因为你在一个别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的经济场上竞争。你的自尊与你的净资产完全脱钩。你明白，控制你的时间是存在的最大红利。躺在枕头上时的内心平静是最高的奢侈。你拥有的物质财富可能比旁边的人少，但你将拥有一种他永远买不到的内在财富。这是成为内心主权的最终定义。它是使用金钱这个强大的工具，不是为了建造一个充满财产和焦虑的金色笼子，而是为了挑可以各有目的、和平和自由的生活。财富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成为一种存在的状态，一种平静、控制和深刻满足的状态。无论地平线上可能形成什么样的风暴，你追求的不再是更多，而是足够。而在那个足够中，你找到了一切。你已经读完了这份文稿，但这只是你真正旅程的开始。掌控金钱的5大法则已经呈现，牢房的门已经打开。然而，只是知识地图，行动才是领土。如果你继续像两荒失措的税收那样行事，理解4多个船长的哲学也毫无用处。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意图固化为行动之时。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做什么，将决定这个视频仅仅是短暂的娱乐，还是你生命的转折点。内在主权不是一个达到的状态，而是一种日常维持的时间。你的第一个时间，你作为工具主人的第一个行动现在开始。你作为主权的第一个行动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这是向宇宙，更重要的是向你自己的一个法令。用你的手指在评论中写下你的权利宣言。我掌控一切。感受这些词语的分量。这不是为了吸引算法的评论，这是一个实验。你余生的第一道法令，一个对你与现实新契约的公开声明。为了加入那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情的人的军团，
那些展示出坚持到底的记录的人，请加上这句话：我看到了最后。这是区分好奇者和承诺者的标志。向你自己和正在这里形成的社区展示，你的话有分量。最后，如果这份指南与你对自由的追求产生了共鸣，请巩固你的承诺，留下你的赞，作为对这个信心值操作系统的认可印章。订阅频道不是为了追随一个创作者，而是为了继续你的训练，并获得更多用于你堡垒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分享。你认识某个被财务焦虑束缚的人，某个需要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发送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分享一个连接，它是提供一把钥匙，一种解放的可能性。成为一个领导者，向他人展示你现在所知的通往主权的道路。路程是你的，但当我们帮助解放我们周围的认识，它会变得更强大。